苏念这一刀没有绚烂的光影，没有呼啸的风声，简单直接，但是却凛冽到了极点。猩红之神瞳孔骤缩，这一刻他的眼睛都被刀芒的寒光照亮。苏念这一刀的速度与精准度远超猩红之神的预估，那刀锋上蕴含的锋锐之意，让他这个黑暗世界的顶尖强者久违地感受到了强烈的危险感。刀锋虽然还没劈到脖颈上，可他的皮肤表面已经感受到了类似于针扎般的刺痛感。猩红之神此刻心中闪过了许多念头，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要把之前所说的现在的你还不是我对手那句话收回来。苏念这一刀足以斩落黑暗世界的绝大部分强者，根本不能用世俗的评判标准来评价这个年轻人。漂亮！苏无忌已经忍不住地喊了出来。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猩红之神陡然一扬手，一道血色光华以极快的速度突兀地闪现在了他的身前，而苏念的长刀已经杀到，狠狠地斩在这一道血光之上。铿，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无数的火星从两把兵器的碰撞之处四溅，夜空仿佛都因这一击而震颤。苏无忌和武田羽衣这才看清楚，原来那一道血色光华竟然是一柄长刀，刀身通体呈现出猩红的血色，看起来诡异又压抑，仅仅是视觉上就让人觉得十分难受和不安，仿佛浸透了无数的鲜血。苏念一刀被挡下，身形如耀子翻身，瞬间腾空而起，长刀高高举起，闪着寒芒的刀身似乎凝聚了月华，化作了一道撕裂夜幕的惊鸿，陡然间斩落。这一刀漂亮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猩红之神不守反攻，血色长刀悍然迎上，狠狠斩向了苏念的惊艳刀光，刺耳至极的锐鸣炸响，震得人耳膜生疼。而两人交战所引起的气浪则是向着四周疯狂翻涌，无数的烟尘爆炸般的迅速升腾。苏念两刀未能建功，身形毫不停滞，手腕一抖，长刀如同拥有生命般划出一道诡异又冷冽的弧线，这刀光竟是不可思议地绕过了血色长刀，直接劈向了猩红之神的肋下。这变招之快，简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却又惊艳至极。这20多年，苏念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刀，而对于猩红之神而言，刀只是一把寻常的武器，他所学颇杂，并不是专门研究刀法。此次手中血刀的防御被苏念的刀光所突破，他微微有些讶异，但却不闪不避，不退反进。那血色披风陡然一展，竟然直接裹住了苏念的长刀。这一刻，苏念不禁觉得自己的长刀似乎斩进了一片翻涌的血海。那材质特殊的披风简直像是粘稠的血液，把他的刀身牢牢站住，阻力极大，似乎再难寸进。同时猩红之神低吼一声，同时一拳轰出，拳劲凝如实质，带着摧山断岳的霸道之势，直接轰向苏念的胸口，竟是要以攻对攻，逼其回防。苏念的眼神沉静冰冷，面对轰然而至的拳劲，他同样没有任何的闪躲，而是抬起了左手，以拳对拳，硬汉而上。轰！一圈肉眼可见的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向着四周猛然扩散，狂暴的气浪将地面的碎石尘土尽数掀起，吹向远方。苏无忌立刻拉住了武田羽衣，飞速后退，把战场空间留给苏念
和猩红之神。就凭胸羽现在的身体状态，被那两人的战斗威势波及，怕是当场就能要了命。你在救我。武田羽衣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随后继续紧盯着战场，开口说道：不用担心，苏念不会输。那凌厉之极的刀法实在是给武田羽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谁说我担心了？苏无忌盯着战场的交战情况，呵呵一笑：我哥刚刚救了你一命，你以后记得报答他。顿了顿，他又带着明显警告意味地说道：但你要是敢勾引他，甚至想变成我嫂子，我第一个不同意。武田羽衣抿抿嘴，眼神冷冷：你骂人真糟。刚刚那一记对拳过后，猩红之神和苏念都向着后方暴退数步。苏念那一把被粘住的长刀也因此从那血色披风之中抽了出来。他每退一步，脚下的地面都是留下了浅浅的脚印，显然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卸掉猩红之神的权力。而猩红之神的后退距离比苏念要短上一些，但是每一步的凹陷都比苏念的脚印要深。这个战果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毕竟在之前与苏无忌交手的时候，猩红之神可是半步未退。此刻这位强大的天神的眉头一皱，他感觉到自己的拳头上传来一股不寻常的劲力。这股气劲充满了凌厉之意，沿着小臂侵入了他的身体，让他全身的气血和力量运转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迟滞。苏念全部的时间都在练刀，但是如果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强悍的内功，也无法支撑如此极致的刀法。在刚刚的对轰过后，苏念甚至没有调整呼吸，长刀一挥，再度凶悍地杀到猩红之神的身前。在如此暴烈的冲势之下，他依旧身随刀走，人与刀仿佛融为一体，刀光如龙，纵横交错，极快极险极诡。苏念的每一刀皆是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斩过来，逼得猩红之神不得不全力应对。血色长刀已经舞成了一片血色屏障，两把长刀互相碰撞，无数火星疯狂迸溅，无比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震撼着整片夜色。两道身影皆是以快打快，每一次碰撞都引得空气震颤，溢散的气劲将周遭的地面撕扯得千疮百孔。以武田羽衣的眼力，已经完全看不清场间到底发生什么了。看到没有，这才叫青年才俊。苏无忌咧嘴一笑，骄傲的不行。武田羽衣看了他一眼，声音平静：你也一样。显然时至今日，他已经完全认可了苏无忌的实力。苏无忌说道：我跟你说，你之前的信息有误，猩红并不算什么天才挑战者，他如果不经过基因改造，天赋顶多也就是一般般。武田羽衣说道：你口中的一般般，是和苏念相比的吗？苏无忌说道：不和我相比。他虽然没吭声，但也很认可这句话。苏无忌说道：在这些天神里，猩红算是厉害的了，但是我哥的大杀招都还没动用呢。还没用杀招？武田羽衣被这句话震惊住了。苏念之前的那几刀简直是一刀比一刀惊艳，这都不算杀招吗？苏无忌没再多解释。他之前见过苏念练刀，对于老哥威力最大的那几刀，他可是印象极为深刻。自己想要拿猩红之神当磨刀石，老哥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就在这一刻，猩红之神双手之间的血色长刀突然间爆发出了一股致命的攻击力，仿佛平地掀起了一道血色风暴。
似乎场间的所有烟尘都被这血色长刀裹挟，变成了一条烟尘长龙，狠狠轰向苏念的所在位置。我的天！看到这产生毁天灭地效果的血色风暴，武田雨衣的俏脸明显有些发白。真特么的猛 A！ 苏无忌拉着他再次飞退，然而苏念却不闪不避，手中长刀一挥，刀芒陡然间耀眼好几倍。那凶悍的血色风暴在这耀眼的刀芒之下，明显都相形见绌了。轰！耀眼的刀芒迎头斩上了血色风暴，形成了如同炸弹爆炸的效果。无穷的血色朝着四周炸散开来，猩红之神和苏念同时暴退数十步。而这时候，猩红之神还未等身形站稳，手中的长刀便已经突兀地消失不见。他双手一抬，数枚血色飞刃骤然出手，朝着苏念这边爆射而来。那飞刃刁钻之极，凌厉之极，似乎足以射穿整片夜色。苏无忌之前遇到的那些忍者们用的手里剑，跟这血色飞刃一比，简直完全被碾压。然而，即便那血色飞刃几乎笼罩了苏念的周身要害，可他根本没有半点闪躲的意思。刀光陡然间变得无比炽烈，似乎在身前布下了一层刀光屏障。一片叮叮当当的密集撞击声响起，无比的尖锐刺耳。那些血色飞刃射进了茫茫刀光之中，却并没有被打飞，反而原路倒飞了回来，直取猩红之神的胸腹，速度尤胜之前。见状，苏无忌激动地拍着武田雨衣的后背。看到了吗？这就是实力。武田雨衣被拍得控制不住的咳嗽，嘴巴里又泛起了腥甜的味道来。你……他看了苏无忌一眼，擦了擦嘴角溢出的一缕鲜血，没好气地说道：轻点。就在两人的说话间，猩红之神的血色披风一展，仿佛在身前张开了一面烈烈大旗，那数枚血色飞刃尽数没入了披风之中，消失不见。都倒下来了。武田雨衣下意识地问道。苏无忌差点跳起来，他兴奋地在旁边姑娘的肩膀上重重一拍，喊道：没拳挡下。武田雨衣被他拍得直接坐在了地上，感觉屁股都要摔成八瓣了。他顾不得揉揉痛处，连忙抬眼看向战圈。此刻猩红之神正静立不动，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而在他的胸口上插着一枚血色飞刃。现场陷入一片死寂，连夜风都仿佛凝滞了。先前激战扬起的烟尘缓缓沉落，月光重新洒落，照亮了战场中央那一道高大身影。那一柄飞刃此时正插在猩红之神的胸口之上，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汇聚于此。飞刃大约10公分的长度，此刻已经有1/3的长度没入了胸肌。哪怕那一面堪称防御无敌的血色披风，也没能将这飞刃挡下。猩红之神胸前的衣服已经被流出的鲜血染红了一线。这出血量其实并不算多，但对于这个段位的天神来说，无疑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了。猩红之神抬起手来，捏住了那血色飞刃的尾端，将之缓缓拔了出来。金属刀刃与血肉分离，竟然传出了让人牙酸的摩擦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既然能传出这种声音，就说明猩红之神的肌肉早已被他练到了另外一种高度，完全不在寻常肌肉的范畴里了。普通的刀剑根本不可能破开他的防御。猩红之神肯定和加列克斯一样，
都经过了高科技材料的改造。武田雨衣说道。这些兵器的攻击很难伤到他。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遗憾，心中暗道可惜。要是换做其他敌人，挨了苏念这一下，心脏必然都已经被刺爆了。今天真是个不平凡的日子，竟然差点见证了一名天神的陨落。苏无忌难得赞同了武田雨衣的想法，想搞掉猩红没那么容易，他虽然受了伤，但是依然深不可测。猩红之神随后又抬起了另外一只手，手掌一翻，其中竟是攥着好几枚血色飞刃。这些飞刃都是之前被披风阻拦下来的，但偏偏遗漏了一枚。苏念当时的防御和反击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居然能在如此电光石火之间，在那一枚飞刃之上施加了一股带着旋转的气劲，完全绕开了那披风的防御。真是惊艳的刀法。猩红之神望着前方的那个青年，淡淡的说道：假以时日，你必定会站上黑暗世界的武力之巅。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多么的震惊，被伤到之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愤怒的情绪来。顿了顿，猩红之神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要是换作以前的那个时代，你的实力已经足以屹立于天神之列了。这句话说的倒是事实。在宙斯统领12神殿的时代，所谓的各式武学还没有在全世界各处开花。当时那12位天神的平均实力确实是不如现在的新兴天神们的。苏念的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情绪。猩红，你的评价对我而言无关紧要。苏无忌喊道。猩红之神再来。他能看出来，老哥此刻依然是游刃有余的。那血色长刀和飞刃看似危险，可完全没逼出苏念的防御极限。苏无忌觉得自己稍微恢复了些许力量，起码还能伺机对猩红来上一击。老哥刚刚的惊艳攻击弄得他现在热血沸腾。自己天天躲在后面搞阴谋，原来以个体之力强硬破局，居然可以爽到这种程度。猩红之神轻轻摇了摇头，说道：苏念、苏无忌，我很期待看到你们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在这个基因技术盛行的时代，我希望你们还能保持原本的自己。苏无忌居然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丝语重心长的感觉来。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前辈对后辈的期许？武田雨衣的眼睛微微眯着，明显在琢磨猩红之神的这句话。苏念淡淡说道：所以猩红，这就是你拼了命也要拿到基因编码手册的原因。猩红之神的语气平静，说道：现在我的身体有些遗憾与缺失，必须要靠此物来弥补。在场的3位年轻人好像真的从猩红之神的这句话里听到了些许遗憾的情绪来。苏无忌站出来，冷声说道：我保证你拿不到。猩红之神轻轻摇了摇头：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做保证，但后来证明我曾经立下的那些誓言，绝大部分都没能实现。确切地说，100%。苏念手持长刀往前跨了一步，身上的气势开始缓缓腾起，声音依旧淡淡：我对你所说的这些完全不感兴趣。他的所有兴趣都在刀上，至于布局之类的任务，现在都交给老弟来扛。其实现在猩红之神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对于他本身的战斗力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和苏家兄弟打很久。毕竟那比加列戈斯还要坚韧的身体，几乎让这位天神先天就立于了不败之地。苏念深知这一点，
在猩红之神说话的时候，他始终在死死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毕竟传言这个家伙没什么底线，甚至会用那血色飞刃出手偷袭实力弱于自己很多的对手。不过猩红之神并未再对苏无忌和武田羽衣发起攻击，他只是看了前者一眼，说道：最近黑暗世界的变动很大，黑渊也遭到了迎头棒喝，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苏无忌：你对我说过的话多了去了，我一时半会儿可想不起来是哪一句。猩红之神说道：你把基因编码手册拿给我，如果黑渊要杀你，我会保你一次。苏无忌呵呵冷笑：我哥在这里，你觉得我需要你来保护吗？猩红之神轻轻摇了摇头：你对黑渊的了解只是浮于表面，在未来1年之内，我这句话依然有效。至于今天，就这样吧。说完，他转过身朝着远处走去，竟然没有再看这满地的尸体一眼，仿佛猩红神殿的这个精锐训练基地和他这位猩红之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位天神竟然不想打了。但是苏无忌很确定，他退走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自家大哥的刀。苏念握着长刀站在原地，他盯着猩红之神的背影，什么话都没讲。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冷冷问道：你就这么走了？猩红之神没有回头，继续向前。然而就在这个时候，2道身影忽然从远处迅速射来，站在了猩红之神的必经之路上。正是第5禁卫阿图罗和第6禁卫麦耶斯。这2人的身上杀气涌动，显然是专门为了截杀猩红而来。猩红之神的目光在他们2人的脸上逡巡了一遍，才开口说道：你们是要来阻拦我吗？按理说这3人本该是同一阵营的。麦耶斯听明白了猩红之神的潜台词，说道：猩红，我的上一段经历已经结束了。猩红之神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的情绪。黑渊对待叛徒的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麦耶斯说道：我如果在意黑渊的报复，就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来。说这话的时候，他甚至面露嘲讽的冷笑。老子现在住在罗马的养老院里，黑渊有本事就冲着这儿来啊！说实话，麦耶斯的心里甚至对此还抱有很多的期待。最好牧者亭里的那些所谓大人物直接杀过来，让那些传说中的老家伙教他们好好做人。猩红之神又看了看阿图罗：你呢？阿图罗闷声闷气地说道：我也一样。猩红之神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话来：能奔向光明是好事。听到这句话，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那你呢？猩红之神的语气淡淡说道：我不一样，我是主动选择了堕落与黑暗。说完，他迈步欲走。然而这时候，2道强大又霸道的气势忽然从曼耶斯和阿图罗的身上升腾起来。猩红，今天我们来到这儿，你就别想走了。曼耶斯冷冷说道。前方有裁决庭的2大禁卫，后方有刀法凌厉的苏念。猩红之神今天看起来是真的被包围了。我如果想走，能拦住我的人可不多，目前的苏念还不够。猩红之神说道。而你们2个禁卫更不够。其实，他的披风一甩，仿佛一片血海开始了翻涌，一股无比肃杀的气息开始向着四周蔓延。这一刻，仿佛空气之中都开始弥漫着血腥味道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手中的紫色软剑一挥：不妨试试猩红之神，你今天就算能离开，
也得被扒下一层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骤然从远方而来，速度极快，仿若一道暗红色的流星，在空气中带出了道道残影。当此人站定，苏无忌才看清楚，居然是猩红神殿第一神卫加列戈斯。他的速度竟然比在南离之时又快出了一个档次。苏无忌一时间有些弄不清楚，加列戈斯出现在这里，究竟会站在谁的一边？猩红之神看了手下一眼，淡淡说道：我没有安排你来。加列戈斯单膝跪地，低下头说道：大人，我刚得到消息，黑渊巨变。猩红之神面具后面的眼光闪烁了一下。这新闻，加列戈斯说道：太阳神殿挖出了禁锢亭的4处秘密禁锢点，解救了176人。游侠神殿曾经失踪的游侠也全部被解救。最后的半句话显然是说给苏无忌听的。猩红之神的语气不变，淡淡说道：还有吗？加列戈斯深吸了一口气，道：除了大禁锢长和第一禁锢使者重伤在逃，禁锢亭全军覆没。场间再度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许久都没有人吭声。苏无忌的心中暗爽无比，激动地攥了攥拳头。太阳神殿一出手，那嚣张的禁锢亭直接全军覆没了。啃老也太爽了，简直太燃了，好不好？苏念看向了弟弟，也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他一贯护短，对弟弟妹妹极为照顾，其实背地里已经帮着他们解决了不少麻烦。但以苏念的性格，他做出的这些事情根本不会主动讲出来。武田羽衣看了身边的青年，眼睛里涌现出了一抹震撼之意。他加入禁锢黑渊的时间并不长，对这个组织的归属感其实根本不算强。而此刻，武田羽衣甚至开始觉得麦耶斯和阿图罗的选择其实并没有错。在短暂的人生里，选择奔向光明，本身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是吗？猩红之神看着跪在身前的加列戈斯，声音淡淡：太阳神殿真是了不起，还有什么消息吗？加列戈斯的一瞳之中有着一抹震撼之意，他说道：据说达成这样的战果，太阳神阿波罗本人甚至都未出手，只是派出了双子星和24神卫，便将禁锢亭彻底杀穿。猩红之神的语气之中终于有了一丝波动。还有吗？加列戈斯说道：还有，太阳神阿波罗大人还说，大禁锢长留给他最不成器的儿子来杀。苏无忌一抬头，先看了看加列戈斯，随后看向了自己的老哥。苏小念抬起手来，微笑着指了指他。显然这个最不成器的儿子所指的就是苏无忌。我去！苏无忌无奈地自言自语：我啃一次老容易吗？这老登还要通过别人之口来骂我。猩红之神摇了摇头，沉默了许久，才对自己的得力手下说道：如果你能活过今晚，明天不妨去见一见你的父母。听了这句话，加列戈斯的眼波一颤，他抬起头，一瞳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似乎根本不相信刚刚这句话是从猩红之神的口中说出来的。看着得力手下，猩红之神轻轻摇了摇头：在你眼中，我是什么样的人？加列戈斯立刻重新低下头，沉默不语。对于这个问题，他根本没法回答。猩红之神抬起了那只戴着破碎手套的手，轻轻拍了拍加列戈斯的肩膀：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拦住这里所有人！
是。加列戈斯起身，抽出了自己的长刀。而在说完了这句话之后，猩红之神忽然往侧方迈了一步。这速度看起来不算太快，但是仅仅是一步而已，便已经带出了道道残影。他又跑一些。苏无忌立刻喊了出来。这家伙拖着受伤的身体，居然抽出了紫色软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苏念的身上骤然腾起了凌厉的气势，也准备挥刀迎上。然而就在这一刻，猩红之神忽然双手一扬，好几枚血色飞刃当即飞出，夜色再度被这一道道血色闪电所穿透。这些血色飞刃大部分都射向了后方的苏念，却有2枚径直飞向了武田羽衣。此刻武田羽衣站在原地，周围无人防守。果然，坊间的传言是没错的，哪怕在面对实力比自己弱很多的对手之时，这位堂堂天神也会选择偷袭。不过也许是由于武田羽衣之前的话语激起了他的杀心，所以哪怕临走之前，猩红之神还要对着东阳姑娘再射2枚飞刃。射向苏念的血色飞刃起码有7、8枚，道道皆是角度刁钻。他已经第一时间挥动长刀进行防守，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而这一次，苏念明显发现猩红之神所附着在血色飞刃上的力量明显更大了。自己想要将这些飞刃原路打回去，并且形成精准的反击，已经很难做到了。武田羽衣此刻浑身冰凉，他本身就没有什么武学根基，从猩红之神抬起手来的那一刻，那一股冰凉入骨的杀意便已经将他彻底的笼罩。即便武田羽衣平时极善智计，此刻也没想到猩红之神居然临走之前还要置自己于死地。难道说真的是自己之前的那一番话深深地刺激到了这位经历丰富的天神？好像没救了。那2枚血色飞刃似乎眨眼即到，一枚直奔眉心而来，一枚眼看着就要刺穿心脏，这让武田羽衣浑身如坠冰窖。猩红之神的这一手暗器功夫确实是出神入化，哪怕是这般仓促之间，随手释放出来的攻击也能够像是有着精确制导一样。然而就在这一刻，一道紫色光芒在武田羽衣的余光之中出现，随后彻底绽放在他的眼眸里。冲出去的苏无忌竟然又冲了回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这近乎是不可能的。紫色的剑芒无比精准地劈在了那2个飞刃之上，发出了清越的精铁交鸣之声。当这声音传入耳朵，武田羽衣便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饶是苏无忌用了这么大的力量，那2只飞刃也只是稍稍改变了方向，唰唰，刺破空气的锐利声音在武田羽衣的耳边响起，他的脸颊都因此感觉到了强烈的凉意。一枚飞刃擦着他的耳垂飞过，穿过了一缕秀发，射向了后方那深沉的夜色。而另外一枚则是擦着他的肩膀飞过，甚至把肩头的衣物都洞穿了一个口子，险之又险。武田羽衣浑身的衣服都已经被冷汗湿透了。真是够拖累人的。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他伸出一只手，接住了从武田羽衣耳边飘落的一缕断发，然后将之放在了对方的掌心里。看着这一缕断发，武田羽衣的心情颇为复杂。而这时候，在用血色飞刃牵制住了苏无忌和苏念之后，猩红之神的身形早已经冲出了100米开外。
那迎风而展的血色披风如同掀起了一道血色风暴，而曼耶斯和阿图罗这两大禁卫已经冲上去阻拦了。高手搏杀，眨眼之间便是致命攻势。随着两大禁卫的出掌，惊天动地的气爆声已经炸响，凌厉的刀光和劲气纵横交错，交战区域似乎已经成了生命禁区。然而就在2秒钟之后，随着巨大的气爆声响起，一道身影已经倒着飞出来了，重重地栽倒在场间。他摔出了20多米，又在地上连续翻滚了20多圈，才堪堪停了下来。而此人的身上并没有血色披风，他不是猩红之神，而是加列戈斯。刚才周围的几人都没有看清楚，这位第一神卫是如何加入到战圈里的。这么一耽搁，那一道猩红的身影已经不知去向。两大禁卫静立原地，看了看对方，又同时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在此之前，他们的手明明是要命中猩红之神的胸膛，怎么加列戈斯突然间挤到了前面？加列戈斯停止了翻滚，随后翻身而起。然而他的气血明显震荡到了极点，还未来得及站稳身形，便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噗！这一口的吐血量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吐完了血，加列戈斯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控制不住的单膝跪地。以刀俎地，那一双异瞳之中已经布满了浓重的血丝。毕竟大部分人同时挨了裁决庭两大禁卫的全力一掌，基本上不可能活下来了。加列戈斯此刻所展现出来的防御能力已经是强到变态了。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胸膛已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凹陷，鲜血还在从他的嘴巴里不断溢出，显然内伤极重。怪不得猩红之神之前说了那句，如果你能活过今晚话来了。在这位天神看来，加列戈斯今天必然会死在这儿。苦心培养的神位，此刻已经成了他的挡箭牌了。麦耶斯已经冲到了加列戈斯的身前，抬起手掌就要拍向加列戈斯的脑袋。这掌心之中凝聚着极为爆裂的力量，如果拍实了，加列戈斯根本不可能活得成。掌下留人！苏无忌的声音突然响起，那一把紫色软剑已经绷得笔直，拦在了麦耶斯的手掌前。不杀他！麦耶斯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苏无忌，没有他横插一脚，猩红之神根本走不掉。不杀他，苏无忌说道。即便他不替猩红之神挨了一掌，后者也一样能离开。停顿了一下，苏无忌说道，只不过是忠诚度测试而已，那位天神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有脑子。加列戈斯又吐了一大口血，抬头看了苏无忌一眼，异瞳之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苏无忌的举动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想。谢谢。这一声谢谢同时出自于2人之口，一个是加列戈斯，另一个是武田羽衣。他站在苏无忌的身后，掌心里攥着那一缕秀发，染血的容颜上同样满是复杂。父母尚在，好好活着。苏无忌没搭理武田羽衣，反而对着加列戈斯说道。加列戈斯的身形一震，艰难地点了点头。武田羽衣知道苏无忌肯定听见了自己的话，仍旧兀自说道，我真的没想到你能冲回来救我。我就知道猩红之神要杀你。苏无忌扭过头说道，所以之前冲上去阻拦他只是个假动作而已。听到了这句话，武田羽衣非常意外。
在千钧一发之际，苏无忌竟然能够想到这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提前做出有效的布置。阻拦猩红之神是假，救自己才是真。这家伙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这是武田雨衣心中的唯一念头。而这时候，苏念走了过来，他站在了武田雨衣的身前，看了看对方。后者也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说道：念少爷，不，大哥。什么大哥？苏无忌听了，没好气地说道：你搞清楚这是我大哥，你能跟着我喊一样的吗？武田雨衣看似稍稍愣了愣，微微垂眸1秒钟，随后再度抬起眼帘，平静地说道：抱歉，念少爷。这模样并没有楚楚可怜，相反却带着些许的不卑不亢。这种态度似乎能赢得很多人的好感。苏无忌见状，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意思，呵呵一笑，说道：武田雨衣，别跟我演，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人呢。武田雨衣微微低头，轻轻抿了抿嘴，似乎也不想再就此多解释什么。苏念这次倒是没有上来就喊弟妹，他拍了拍老弟的肩膀，当着武田雨衣的面询问道：这位还不是弟妹吧？苏无忌直截了当地说道：哥现在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武田雨衣咬了咬嘴唇，接上了一句：正巧，我也是这么想的。苏无忌又是呵呵一笑：你少来，你以为表现出这么不甘示弱的样子，我对你的态度就能改变？听到这句话，武田雨衣的心中不禁涌出了一股颇为无力的感觉来。显然，苏无忌预判了他所有的预判。之前，武田雨衣认为自己的演技毫无痕迹，可偏偏每次都能被对方精准识破。但这一次，他认为自己发挥演技的成分并不算多，可苏无忌还是毫不留情地直接戳穿，确实有些伤人。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和念少爷。武田雨衣说道。苏无忌呵呵一笑：别了，不需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木哥。苏念又拍了拍老弟的肩膀，随后转向了武田雨衣，说道：武田，你既然留在无忌的身边，那么……他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无忌连忙打断了。哥哥，我得强调一下，我可没打算把他留在身边。武田雨衣也随之而说道：大哥，不，念少爷，我确实也没打算留在苏无忌的身边，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看着这俩人互相较劲的样子，苏念摇了摇头，微笑着说道：以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好呢？苏无忌瞪了武田雨衣一眼：怎么不想留在我的身边？难道你想留在我哥的身边？武田雨衣：嘿，好。这两件事是怎么联系上的？这个男人的脑子是不是有病？我可警告你，你配不上我哥，可别想着当我嫂子，门都没有。苏无忌恶狠狠地说道。武田雨衣简直想哭了，合着我怎么说都是错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尖酸刻薄的男人？苏无忌不再搭理他，而是转向了苏念，问道：哥哥，你刚才释放了猩红之神意吗？哪有的事儿。苏念又摇了摇头，望向了猩红之神所消失的方向，随后收起了笑容，说道：想拿下这家伙没那么容易的。苏无忌却说道：我感觉你还占优势呢。我是靠着刀法占据了一时的上风而已，还远没有探到猩红之神的防御极限在哪里。苏念的神情开始变得郑重了些许，更何况这位天神一直没有亮出他的底牌来。
顿了顿，苏念又补充了一句：而且你知道的，和我的攻击相比，我的防御一直是弱项。苏无忌摸了摸鼻子：哥哥啊，你谦虚的有点过分了。如果说你的防御是弱项，我怎么从小到大就从来没攻破过？不说这个。苏念岔开了关于自己防御值的话题，又拍了拍老弟的肩膀：听咱爸说，你要带个姑娘回家吃饭了，不是武田吧？武田羽衣手指交缠，静静站在一边，微微垂眸看着地面。虽然没看，但他听的却是很专心。不是武田啊。苏无忌毫不客气地说道。他哪里配得上咱们老苏家？武田羽衣咬了咬嘴唇，一个不小心劲儿使大了，把嘴唇咬出血来了，疼得他皱了皱眉头。苏无忌看到了他的皱眉模样，呵呵一笑：哥，你看他还不满意呢。苏念无奈笑道：一天天的跟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一样。苏无忌扭头看向武田羽衣：听到没？我哥说你还不如个小屁孩子。苏念：我说你的。好了，我先走了。苏念说道：可能无面者还有其他的进攻，你能搞定吗？哥哥，你走这么早？苏无忌说道：咱们兄弟俩好不容易见个面，不吃顿饭喝顿酒吗？苏念微笑着说道：既然来了一趟斯洛伐克，那么顺路去喀尔巴阡山看看。闻言，苏无忌的眼睛里骤然闪过了一道亮光。哥，你是要去格尔拉赫峰？苏念点了点头，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一丝战意来。是的，就去那边看看。苏无忌看到了哥哥眼睛里的精芒，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担心之意。那你多注意安全，要和你一起吗？苏念笑道：那当然不用，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起码得躺个2-3天吧，让武田。他本想说让武田好好照顾你，但扭头一看，武田羽衣虚弱的都快站不住了，于是摇了摇头，把后半截话语咽了回去，改口说道：你俩一起躺着吧。说完，苏念转身走开，只不过在经过那2个禁卫身边的时候，他又停下了脚步，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苏念的声音听起来淡淡，但他这么一开口，身上的气势似乎都变得凌厉了许多。你啊，满叶思说道。你想说什么？苏念冷淡地说道：既然你们已经选择跟了我弟弟，那么就最好不要生出二心来，否则的话，不管你们逃到这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会把你们揪出来。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都透着清晰的杀意。满叶思摇了摇头，叹了一声：知道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苏念扭头看向始终沉默的阿图罗，冷冷说道：你呢？这位第5禁卫说道：我也一样。苏念冷冷说道：记住你们的承诺。说完这句话，他便转过身，走进了已然变淡的夜色里。我哥真是太酷了。苏无忌说完，扭头看了一眼武田羽衣，发现后者正看着他。这一下2人完成了对视。武田羽衣立刻错开了目光。苏无忌没理他。事实上，他并不是每次都能精准判断武田羽衣那些眼神和言语到底是不是在发挥着演技。之前几次苏无忌其实都是连蒙带诈的。如果武田羽衣知道了这个真相，心中的挫败感怕是要更重一些了。苏无忌走到了加列戈斯的身边，问道：你的伤势怎么样？
这时候，这位第一神卫仍旧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动作，在他的身前已经积累了一滩鲜血了，看起来着实触目惊心。问题不大，只需要休息几天便可以了。加列戈斯拄着长刀，艰难地撑起了身子，只是那高大的身形此刻明显有些站不直了。苏无忌看了看对方的凹陷胸口，忍不住地轻轻吸了一口气。这么重的伤，休息几天就能好？加列戈斯面无表情，就像在说一件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说道：替换几块合金骨就行了。苏无忌摇了摇头，那起码也是开胸手术了。都是不起眼的小伤罢了。加列戈斯说道。苏无忌能看出来，他是真的不在意。他真不知道这个第一神卫在过往究竟受过多少罪，身上的那些改造位置，光是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我如果是你，会立刻判出猩红神殿。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毫不犹豫。加列戈斯轻轻摇了摇头。猩红之神对我有恩，但我对他也有恨，有些复杂，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他明显不想多说。苏无忌问道：猩红之神和你的养父，你更恨谁？听到那个名字，加列戈斯的一瞳之中瞬间流露出了彻骨的恨意，毫不犹豫地说道：显然是后者。这时候，曼耶斯和阿图罗都走了过来。这裁决庭的两大禁卫对加列戈斯的往事都知晓一些，此刻眼神之中都透着复杂之意。曼耶斯说道：以前就听说过你经受过淬炼庭的改造，没想到抗击打能力这么强，把我的手都震疼了。说着，他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现在整个手掌都明显变得红肿了。阿图罗的另外一只手也有点肿，以他们二人的手部坚硬度，居然被反震之力伤成了这个样子，足可见打加列戈斯的时候到底用了多大的劲儿。这是高科技材料，我也不懂用了什么科技，全世界只有黑渊的淬炼庭才能造出来。加列戈斯说道。这时候他忽然扶了扶耳边的通讯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才重又开口说道：不过这次的手术可能得拖上一段时间了。苏无忌敏锐地感觉到了这句话的不一般，眼睛顿时亮起一道光。怎么了？他隐约猜到了答案。加列戈斯的一瞳之中涌现出了震撼之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开阳神殿攻势如潮，一路横扫，淬炼庭也完了。哪怕阿波罗没有出手，太阳神殿对付禁锢黑渊也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好不容易啃老一次，苏无忌肯定要好好爽一把。当时为了营救华夏的失联军官们，太阳神殿的24神卫都在南美集合了，不用白不用。什么黑渊白渊的，什么禁锢庭淬炼庭，皆是一路平汤。而一旁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麦耶斯和阿图罗深吸了一口气。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强烈到极点的震撼。他们二人皆是出身于黑渊，太明白这代表着的是什么意思了。武田羽衣的青眸间也是闪过了无法掩饰的震惊。他轻声说道：加列戈斯，请你说的详细一点。加列戈斯说道：禁锢庭和淬炼庭的大本营，不仅所处位置的保密度极高，防御更是非常严密。尤其是淬炼庭，负责防御的全是改造高手，无面者的刑罚部队就是他们的杰作。顿了顿，他继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太阳神殿居然还能轻松将之杀穿，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些我知道，
武田雨衣轻轻地说道：“我想听的是具体的战况，比如伤亡情况。”苏无忌看了武田雨衣一眼，他知道对方此刻询问的那么仔细，必然别有目的，但他也没有开口打断。这个东洋女人心思深沉，但有些时候她的思路却能够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加列戈斯的身形晃了晃，他似乎有些难以支撑站立，于是干脆坐倒在地，喘着粗气说道：“请你稍等，我询问一下。”此时这位第一神卫对于苏无忌和武田雨衣完全没有半点敌意。如果猩红之神看到此景，也不知道会降下什么样的惩罚来。加列戈斯对着通讯器说了几句，随后等了几分钟才说道：“在禁锢亭被重创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淬炼亭的部分科学家便在精锐部队的护送下开始了转移，但大部分战力都留在大本营，伤亡超过 80%。 大淬炼长呢？”苏无忌和武田雨衣异口同声，说完两人立刻对视了一眼。苏无忌率先一脸嫌弃地别过头去。武田雨衣小声吐槽：“什么表情？”据我在淬炼亭的朋友所说。加列戈斯开口说道：“大淬炼场被双子星打成重伤，跌落悬崖，生死不知。”苏无忌顺口接过话头：“那就是没死喽。”武田雨衣看了苏无忌一眼：“不一定。”后者说道：“有什么不一定的？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这家伙随后露出了一副不满的神情：“太阳神殿这些叔叔们办事不力啊，依我看要扣工资。”话虽如此，苏无忌的心里简直已经爽翻了。武田雨衣似乎看穿了苏无忌的小心思，微不可察地撇了撇嘴角，随后又问道：“淬炼亭大本营的防御那么严密，高手那么多，太阳神殿这么强攻下来，伤亡情况怎么样？”这句话简直是站在苏无忌的立场上问的。听了这句话，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你想想，我为什么不问？”武田雨衣的眼神淡淡，语气平静：“因为你不关心太阳神殿，只关心圣果。”苏无忌：“你放屁！”武田雨衣下意识地紧紧并拢双腿，涨红了脸：“我没放。”这人怎么如此粗鲁？加列戈斯又对着通讯器询问了一句，随后他得到了回应，一同之中再度涌现出了难以置信。我朋友说。加列戈斯深吸了一口气，才说道：“太阳神殿的伤亡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这是完完全全的吊打。这还是在太阳神本人根本没有出手的情况下。苏无忌看着表情怔住的武田雨衣，嘲讽地说道：“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没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武田雨衣眼底里的震撼始终没有消退，隔了1分钟之后，才再度开口说道：“太阳神殿，太可怕了。”他之前还曾经设想过，如果自己拥有禁锢黑渊的决断权，能否带着这个组织躲过太阳神殿带来的灭顶之灾。现在看来，那些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太阳神殿的超级战力绝对是黑暗世界里无可争议的断层第一。那些认为这个老牌天神势力已经没落的人，注定要吃大亏的。武田雨衣的心中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他扭头看了看身边的青年，眼光闪烁不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显然武田雨衣的内心正处于无比纠结的抉择关头。
苏无忌倒是没注意身边东阳姑娘的状态，他看了看重伤的加列戈斯，忽然心中一动，问道：你想当个正常人吗？正常人，这个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都是个再寻常不过的词语，却让加列戈斯的眼湖里激起了无比剧烈的波动。苏无忌说道：我的意思是，你的伤势除了淬炼亭之外，应该还有个地方可以医治。要是在淬炼亭，那就不叫医治了，而是叫修复。然而下一秒，加列戈斯眼睛里的光芒便随之而熄灭了下去。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很期待，但算了。苏无忌抓住了他的肩膀：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回得去了。加列戈斯恢复了漠然的语气，说道：我早就不能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了，哪怕医疗水平再先进，也不可能变回原来的我。顿了顿，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隐藏极深的悲哀之意。需要替换的地方太多了，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加列戈斯之前根本没奢望过自己还能变回原状，但是在和父母见面之后，他这种想法竟是越来越浓烈了。可也只能想想。苏无忌听了之后陷入了沉默，缓缓松开了抓住对方肩膀的手。的确，加列戈斯全身的骨头几乎都被替换了，这要是再重新换回正常的骨头，几乎不太可能了。而替换骨头还是最表面的工程，那些神经甚至是基因都已经被淬炼亭改变了，想要把这些全部恢复如初，难度更是大到了不可想象。该死的！良久之后，苏无忌忍不住地骂道。加列戈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板药片，从中抠出了2粒，塞进了嘴里。他说道：我还需要用这具身体多杀几个人，所以谢谢你们。说完，他迈步离开，只是脚步明显有些虚浮和不稳。苏无忌看着对方那被青光笼罩的高大背影，喊道：如果你要杀你的养父，我可以和你一起。加列戈斯停下脚步，转过脸说道：也许经此一战后，我的养父已经死在了太阳神殿的手里了。苏无忌又问道：比现在去哪里？加列戈斯的一瞳里浮现出了一抹以往绝对不可能在他脸上出现的满足之意。他轻声且郑重地说道：回家。随后，这位第一神卫转过身，走进了渐渐亮起的晨光里。在猩红之神和加列戈斯离开之后，游侠神殿此次参战的成员们也都撤离了。加列戈斯的悲惨遭遇冲淡了些许胜利的喜悦，留下来的4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许久，苏无忌才说道：回酒店洗个澡睡一觉。他对曼耶斯指了指武田雨衣，说道：你抱着他。东阳姑娘带着些许倔强地说道：我自己能走。说完，她艰难又坚定地挪动着脚步。苏无忌呵呵一笑，也没伸手扶她。好不容易挪到了车子旁边，武田雨衣上车，大口喘着粗气，浑身的衣服再度被虚汗浸湿了。这都不知道是他今天第几次从里到外的湿透了。虚弱的状态或许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好转。深呼吸了好一会儿，武田雨衣忽然开口说道：我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会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亲口谢谢他。谢他什么？谢他让我啃老？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这是我家里的事情，你瞎操的什么心？武田雨衣认真地说道：你父亲完全可以不让太阳神殿出手，因为这次太阳神殿摧枯拉朽般的击溃黑渊两大庭，会激起其余天神势力的不安之心。
苏无忌笑道：我家里那个老征难道会怕了他们？虽然平时总是和老爹不对付，可此时这语气里满满都是骄傲之意，和世界上的华夏威胁论一样。武田雨衣说道：双子星和太阳神卫们所展现的超级战力，会演变出所谓的太阳神殿威胁论。顿了顿，他很郑重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战过后，禁锢黑渊可能会在暗中多出好几个盟友。太阳神殿威胁论。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想想这些流言蜚语怎么让人有点不爽呢？太阳神殿隐退了多少年，他们自己不清楚。正在开着车的麦耶斯说道：我觉得兄宇说的很有道理。苏无忌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你闭嘴啊！话虽如此，但他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此事的可能性了。武田雨衣说道：太阳神殿的确是隐退了，但是太阳神阿波罗大人却愿意为了他那个最不成器的儿子重新出山。苏无忌揉着太阳穴：你在指桑骂槐，信不信我把你从车上丢下去？武田雨衣的眼底难得涌现出了一抹微不可察的笑意，说道：这是太阳神大人的原话。想了想，苏无忌拿起了手机，打了个电话。魏爸，有人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声谢谢，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所以……电话那边传来了一道男人声音：臭小子，谁让你给我打电话的？把电话给他。旁边的武田雨衣听到了这句话，娇柔的身体顿时狠狠一震。